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手工制作。今天我来到了故宫，这里是午门，也就是故宫的南门，是故宫唯一一个入口。今天的人特别多，你们看我们前面排了这么多人，都是等着检票进去的。一开始我们还排错了，因为最那边的那个通道是团体通道，所以你们排的时候记得要排在左边的通道哦。那我们就等着进去之后再给大家继续录咯。现在我们已经进来了，你们面前的这个是太和殿。太和殿是明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建成，那时叫奉天殿，后来在嘉庆41年，也就是1562年又改叫皇极殿，最后是在清顺治2年，也就是1645年才改成太和殿的。我想现在应该有很多人认为太和殿平时是用于上朝的，其实不是。明清皇帝上朝的地方主要在太和门、乾清门、乾清宫和养心殿，并不是太和殿。太和殿是用来举行各种典礼的场所，如皇帝登基即位、皇帝大婚、册立皇后、命将出征等。此外，每年万寿节、元旦、冬至3大节，皇帝都在此接受文武官员的招贺，并向王公大臣赐宴。这个石雕分为3段，其中最下方的石雕长 16.57 米，宽 3.07 米，厚 1.07 米，是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块，俗称大石雕。现有的花纹图案为清乾隆26年，也就是1761年重新雕刻。大石雕上面雕刻着象征皇帝九五至尊的9条盘龙图案，下面则是海水江岸的图案。这个大石雕的石料采自北京房山的大石窝，据说是以冬季沿途挖井取水，铺成冰道，然后以拉运的方式运到紫禁城来的哦。其实故宫虽然人多，但基本都聚集在中间的那条主道上了。你们看，那条路上源源不断的全是人，所以如果你把视线旋转90度，也就是在太和殿的两侧的道路上，你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人，而其实拍出来的照片也完全不吝啬于主道。所以说啊，人都是跟风的，或许这就是从众心理吧，大家都是哪儿人多往哪儿聚。这里是冰窖咖啡店，因为我没有找到故宫的餐厅，所以午饭就先在这里将就一下吧。我点了2盒三明治和2杯茶。那这杯茶是茉莉桃子茶，这个是蜂蜜柚子茶。你看这个茉莉桃子茶的颜色很漂亮，它的颜色是由珊瑚色慢慢淡上去渐变的颜色，而且在茶的上面还真的飘着茉莉花的花朵呢。味道的话我已经尝过了，很独特也比较甜，在传统的中式茶中加入了不少现代的元素，更加符合年轻人的口味了吧。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杯蜂蜜柚子茶，颜色也是有些许渐变，不过这杯茶中是带有碳酸的，整体的味道也没有茉莉桃子茶的那杯那么甜了。太和殿进来就是中和殿，中和殿和太和殿一样，名字也改过几次。在明初时叫华盖殿，到了嘉庆时因为遭遇火灾，重修后改叫中极殿，又在清顺治元年，也就是1644年，由于清皇室入主紫禁城，在第2年改为中和殿了。中和殿的用途是为让皇帝在到太和殿参加大型典礼前准备和休息的地方。清明2代皇帝通常都是先在中和殿接受主持典礼的官员招拜和奏事，再到太和殿参与典礼的。接着就到了第3个殿，保和殿。保和殿也是在明永乐18年建成的，起初名叫景深殿，在嘉庆41年，也就是1562年改叫建极殿，最后在清顺治2年，也就是1645年才改为保和殿的。保和出自《周易经》，意为治外不迟，田神守制，
也就是神智得专一，保持宇宙间万物和谐的意思。保和殿在明清两代的用途并不同。明朝大典前，皇帝时常在这里更衣。清朝时，如果有官职家属宴或每科殿试等，都会在保和殿举行。刚刚在故宫逛着逛着，突然发现这几天北京的天都好蓝啊！这么蓝的天，完全让人联想不到雾霾。大概我猜北京的雾霾应该已经好了吧。接着我们来到了故宫的钟表馆。明朝的末期，欧洲的机械钟表已经开始传入中国。到了18世纪时，清代宫廷已经开始大量使用这些钟表了。在故宫的钟表馆中，大部分都是以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制造的西方钟表为主。这些钟表除了是计时实用器外，还是当时宫中绝佳的室内陈设品。现在的故宫博物馆中藏有1500余件的钟表，钟表馆只从中选出部分精品进行展出。我也会为大家从中挑出一些自己喜欢的钟表，在这个影片中做介绍。那我们赶紧进去吧。现在你们所看到的是瑞士钟表。瑞士钟表的特征就是体量较小，但造型都很精致，因为配有水法、鸟鸣、魔术等活动器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说当初是为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审美需求，而特别为中国市场制作的。接下去是英国钟表。英国钟表的话，大多都是会在铜镀金外壳上镶嵌上彩色料石，给人金碧辉煌的感觉。而且英国钟表的造型不拘一格，像各式建筑、田园风光、自然景观等都可以作为题材。英国钟表体现了英国在机械制造、金属工艺、雕刻、珐琅、玻璃等方面的高超技能。剩下的都是广州钟表。广州钟表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表面大多装饰着色彩鲜艳的各色珐琅，珐琅上的纹饰规序排列，细密繁缛，非常具有每个地方的特色。这些钟表的造型大部分都是以亭、台、楼、阁等建筑式样，或者是做成葫芦、瓶等具有吉祥意义的器型。从钟表馆出来，下面我们来到了珍宝馆。珍宝馆从故宫博物馆藏品中遴选出大约有400件文物，结合建筑的特点，在皇极殿两侧的4个展厅内分别陈列珠宝、金银、玉石、盆景类的文物。这些文物经历了岁月的洗陶，成为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物证。它们代表了当时最高工艺技术水平，显示出皇权至高无上的气度与尊严，和皇家富丽精致的品味。其实珍宝馆内除了有文物的展览，还有例如像养心殿、乐寿堂、颐和轩等建筑。这些建筑根据其功能与历史，恢复成跟原本类似的建筑，竖立在珍宝馆内。
现在我已经从故宫的出口出来了。今天我们11点左右才抵达故宫，然后又吃饭，花了很长时间，所以故宫的后院那边就没怎么逛。故宫对我来说其实还是蛮大的，虽然我看网络上面建议游玩的时间只有半天，但或许是因为我们太慢了啦。好啦，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们是喜欢上次我拍的东京市中心寻找绣球花半日游那种比较轻松的，也没有很多资料的，看心情随便讲的影片，还是喜欢像故宫这样我去查很多资料，然后把每个景点都介绍得很到位，但是却少了一点活跃的气氛的这种影片？你们喜欢哪种？留言告诉我。下一支影片就是长城啦，大家再等我一下哦。那我们就先暂时拜拜吧。